布鲁克和乔巴驾驶鲨鱼潜艇绕过蛋糕岛，向西海岸靠近。乔巴用潜望镜搜索一番，终于看到了久违的桑尼号。船上面影影绰绰的，还能看到几个人影。不用想，一定是路飞他们先到达了。乔巴催促布鲁克前进，布鲁克猛踩油门，将鲨鱼潜水艇靠近桑尼号后浮出水面。二人打开舱门，欢快地向船上呼喊招手。真遗憾呀，这里可没有你们的伙伴。佩罗斯佩罗一边舔舐棒棒糖，一边说道。布鲁克和乔巴这才看清了桑尼号上面的人影，根本不是路飞他们，而是由佩罗斯佩罗、卡塔库利率领的军队。蛋糕岛上传来一阵雷鸣巨响，布鲁克和乔巴向岛上看去，在诱惑森林的上空是身形变成巨大无比的雷云宙斯。二人惊得瞪圆了双眼，难道伙伴们惨遭大魔的毒手？看起来你们的伙伴都领盒饭了呀！佩罗斯佩罗嘿嘿笑道。布鲁克大吼：“路飞他们是绝对不会死的，他们可是这部动漫的主角！”佩罗斯佩罗一声令下，其他士兵拉弓背箭，瞄准了布鲁克和乔巴。就算你们抢回了船，伙伴们也不会回来了。如果你们要逃走的话，我就放你们一条生路。布鲁克和乔巴互相点了点头，意见达成一致。布鲁克说道：“真感谢您的体贴呀！”佩罗斯佩罗以为布鲁克想通了，准备逃走，没想到接下来布鲁克直接拔剑，乔巴强化柔力，变身成为空手道乔巴，拉开干净的架势。佩罗斯佩罗很吃惊，无论是从战斗力还是人数来看，这两个家伙都不可能会赢。难道真的要动手？布鲁克和乔巴没有丝毫犹豫，给出了肯定的答案。其他士兵再次举起弓箭，佩罗斯佩罗嘿嘿一笑：“你们看来是想死啊！”弓箭齐发，布鲁克和乔巴各自使出招式挡下了箭雨，然后一起纵身起跳，跳到了桑尼号的草地上。其他士兵立刻围了上来，布鲁克和乔巴直接出手开打。其他士兵通过镜子源源不断地登上桑尼号，不过这对于布鲁克来说根本不是什么大问题。布鲁克掏出电吉他，一首夺魂曲，就将其他士兵全部干掉。这时，一个全身穿着铠甲的战斗员提着大宝剑攻过来，布鲁克手起吉他，用散魂剑打出被动的寒冰效果。桑尼号的草地被冻结成冰，驯鹿乔巴走在冰上如履平地，跑跳自如，几个连招就将铠甲战斗员丢进了海里。现在船上只剩下佩罗斯佩罗和卡塔库利了，不过两人也并不急着出手，因为只要镜子在，士兵们还会源源不断的通过镜子来到船上增援。以卡塔库利的段位，他知道面前这两个人不值得他出手，只等着士兵们将人的体力耗尽就可以了。布鲁克和乔巴也很快意识到了这个严重的问题，敌方的士兵可以说是越打越多，可是己方人的体力十分有限，早晚会被对手耗尽的。二人商量着将镜子打碎，敌方利用的主要是娜美房间的化妆镜，打碎的话不知道娜美会不会不高兴。布鲁克认为先解决燃眉之急要紧，之后的事情等娜美他们回来再道歉吧。佩罗斯佩罗呵呵笑了笑：“你们要和谁道歉呢？刚刚的落泪明显就是大妈发怒的证明，现在草帽路飞他们恐怕连骨头渣子都不剩了吧？只要你们投降，就可以饶你们一命。”布鲁克将散魂之剑指向佩罗斯佩罗，坚定不移地回答：“请你们从桑尼号上滚下去，这是我们的船。”佩罗斯佩罗敲了敲手里的棒棒糖：“你们真的是不怕死啊！既然想和我打，我就亲手宰了你们。”布鲁克拿着剑和佩罗斯佩罗过了几招，发现这个家族高级干部的确和其他人不一样。他手中的棒棒糖就将布鲁克的招式悉数拦了下来，然后用力一挥，将布鲁克击飞出去。乔巴柔力强化后跳到布鲁克身边，准备和布鲁克联手对付佩罗斯佩罗。佩罗斯佩罗相当不屑，这两个傻白甜二愣子真的还没认清自身的实力和残酷的现实。乔巴一听就来气了，跳过去出击。佩罗斯佩罗动也不动，将手杖杵在地面上，从手杖的尾部流出血的糖浆。乔巴的前蹄刚触碰到佩罗斯佩罗，突然发现自己动也动不了，低头一看，双脚已经被糖浆粘住。布鲁克立刻冲上去帮忙，佩罗斯佩罗瞄准布鲁克的腿，射出一道糖浆，将布鲁克的腿紧紧锁住。佩罗斯佩罗的糖浆不仅仅是给人粘住这么简单，而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慢慢将对手给吞噬掉。布鲁克和乔巴惊呼不妙，佩罗斯佩罗无奈地摇摇头，他们的脑回路真是清奇，居然会天真的以为自己可以夺回这艘船。大马海团为了干掉草帽一伙，可是出动了岛上所有的兵力，在各个地方都布置了包围网，他们根本逃无可逃。佩罗斯佩罗的糖浆慢慢地将乔巴整个覆盖，当糖浆将他们全身都覆盖的时候，就会侵入到他们的身体内，堵住他们的呼吸，只要3分钟就可以让他们窒息而死。佩罗斯佩罗发出恐怖的笑声。3分钟之后，布鲁克和乔巴就会变成甜甜的尸体糖人，佩罗斯佩罗就会一点点的将他们给舔食掉。糖浆开始涌入乔巴的嘴巴里，乔巴吓得大哭。布鲁克大吼着住手，但是似乎已经晚了。我可是给过你们机会的，如果你们逃走的话，我就会放过你们。你们太小看我们了，这座岛可没有那么简单。佩罗斯佩罗手臂轻轻一扬，糖浆将乔巴的身体整个包裹起来。布鲁克大叫一声，随即也被糖浆给盖住。佩罗斯佩罗放了一枚计时剂在乔巴的身上，现在只等这两个人死透之后将他们吃了。诱惑森林里，众人都被娜美的雷霆轰炸给震惊了，这等威力恐怕就是4皇也招架不住吧。
刚说完这句话，地面传出了一阵阵的震动，整个大地都裂开。娜美刚刚的雷霆一击不仅没有击垮大妈，甚至连个皮毛都没有伤到。大妈就像个人形土拨鼠一样撞碎了大地，势不可挡的继续向路飞等人奔来。40中的大妈是绝对无法停下来的。另一边，布林找到气风，希望能让他帮助自己制作蛋糕。当下40中的大妈，气风一开始是拒绝的，但是听说是为了解救路飞一伙人，气风才答应了下来。不管怎么说，路飞等人可是罗拉的救命恩人，气风与他们也是好朋友，朋友遇险当然要出手相救。黑老大贝基想要阻止气风，但是看到气风态度坚决，贝基没再说什么。最终，布林成功说服了气风，二人坐着飞毯赶到了诱惑森林。看到山治背影的一刹那，布林激动的尖叫连连，头上冒出无数个小星星。布林拥有双重人格，对山治又是迷恋又是鄙夷，很是矛盾。大妈这边从地下扑了出来，布林和气风随即追上了路飞一伙。布林向大家说明情况，希望大家协助他完成蛋糕的制作。但是众人根本不听他的话，七嘴八舌的问东问西，搞得布林十分烦躁。山治看到布林倒是很高兴，满眼飘心的跑过来和布林问好。眼看大妈已经从后面追上来了，气风催促布林单刀直入，简单明了的说明情况。布林看着帅气的山治，心中的喜欢油然而生。他悄悄地说：“山治君，我一定会让你活下去的。”布林另一个狂躁人格突然出现，露出一副惊悚的表情。你们就算逃到天涯海角，也一定会被妈妈追上，然后将你们沉入海底。气风大喊：“台词说错了！”布林惊讶地回过神来，红着脸懊悔不已：“我自己在说什么呀？”气风告诉路飞等人，大妈现在固执地认为他最想吃的结婚蛋糕被他们这一伙偷走了，所以才会对他们穷追不舍。现在的大妈在拿到结婚蛋糕之前，就算跨过大海也会一直追下去的。邪恶版的布林露出恐怖的笑容：“山治，你就看着同伴被杀死，好好品味着人间地狱吧。”末了还不忘加几声大反派特有的笑声。气风那边提醒说：“又念错台词了啊喂！”山治一脸懵逼，布林捂着脸羞愧难当，好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路飞气得大骂：“这两个奇奇怪怪的女人是专门骑着飞毯跑过来给他们煽风点火的吗？赶快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，两个白痴！”气风表示这一切都是误会，之所以会专程找过来，是因为气风和布林都听说过山治也很擅长做甜品，所以如果能拉山治入伙，一起加工结婚蛋糕，一定会加快工作进度，做出人间唯一一个能够让大妈停止破坏的超级蛋糕。山治倒是一点不谦虚，很不客气地说：“只要和料理有关系，我都是一流的。”布林想表达自己对山治的爱恋，但是邪恶的人格一直在嘀嘀咕咕的说一些相反的话，众人稍微认真听一下就听明白了，这就是典型的表里不一样。山治弄清楚了来龙去脉后，想也没想就答应了下来。气风让山治坐上飞毯，随他们一起赶去巧克力岛。布林恶狠狠地说道：“谁允许山治坐上来的？”一边说一边推开气风，自己挪了挪位置，空出一个人的地方。气风和布林的计划是这样的：三人乘坐飞毯，以最快的速度赶去巧克力岛，那里有做蛋糕的备用食材，在那里完成蛋糕之后，再乘船送过来。路飞等人负责乘上海贼船，吸引大妈向巧克力岛的方向赶去，这样两边在中途就会碰面，可以直接将结婚蛋糕送进大妈嘴里，省去很多的时间和路程。这时，大妈已经从后面追了上来，虽然已经没有清醒的意识，但是大妈看到气风和布林和路飞一伙在一起，还是很愤怒。她举起国王宝剑，摆出架势，海上见路飞。山治纵身跃起，布林伸出手去抓山治，大妈一招未果打了过来，剑锋掀起巨大的飓风，将山治吹飞。山治没有抓到布林的手，但是在千钧一发之际，还是抓住了飞天的边缘。随着布林和气风成功升空，赶去巧克力岛。路飞等人沿着直线向海岸狂奔。布林三人升空后，从高处发现路飞一伙人的路线完全偏离了，看起来这个诱惑森林的霍米斯诱导了，向那个死胡同跑去。布林命令飞毯再次降落，告知路飞一伙人正确的前进方向，然后在前面带路向海岸飞去。森林的霍米斯当然不会就这样放任他们离开，立即围过来阻拦。布林用出自己能力的大招，迫使诱惑森林里的霍米茨们重新了他们体内灵魂的过往记忆，造成记忆混乱，暂时摆脱了大妈的控制。这样一来，霍米茨们暂时也不会来阻止路飞迎人，路飞等人可以顺利的逃出诱惑森林了。山治对布林表示感谢。布林看到山治后紧张的不行，只能化紧张为愤怒，大声的让山治滚蛋。山治不急不恼，威胁着说：“生气的布林小姐眼睛也很好看呀。”布林头上喷出一团蒸汽，几乎休克过去。好色合同山治第一次有了小迷妹。布林三人冲出诱惑森林后，直接越过大海向巧克力岛飞去。山治看到停靠在海岸边的桑尼号，以及在桑尼号上面的一众大马海豚的军队，还有孤军奋战的布鲁克和乔巴，气风眉头一紧，因为卡塔库利和佩罗斯佩罗也在船上，布鲁克和乔巴注定是一场恶战。山治做了一下思想斗争，还是决定先赶往巧克力岛。和这边的战况相比，阻止大妈才是目前最紧急的任务。山治整了整领带，露出愤怒的自信笑容：“我们赶紧做出来好吃的让大妈昏厥的蛋糕吧！”大妈一边嘀咕着结婚蛋糕，一边固执地追杀路飞等人。普罗米修斯不断地数落宙斯的背叛行为，宙斯认错的态度非常诚恳，虽然表示我知道错了，但并不想改正，因为那个雷云蛋确实很好吃。大妈举起拿破仑，重重地劈下一道剑锋，路飞等人反应迅速，躲到一边。
剑锋下大地砍开了一道深深的沟壑。大妈见一剑未中，又接连劈出第二剑，诱惑森林的树又跟着遭殃，被大妈一剑砍倒了一大片。大妈追上路飞等人，举起拿破仑，左刺右刺也刺不到路飞，暴跳如雷，抓起普罗米修斯打出天上火，轰隆一声爆炸，诱惑森林好像原地引爆了一颗炸弹，火焰高高的炸出森林。佩罗斯佩罗处理掉了乔巴和布鲁克之后，一直在一边休息的卡塔库里睁开眼，看着不断传出爆炸声的诱惑森林，佩罗斯佩罗对自己的未来表示担忧。如果大妈知道这个船上没有结婚蛋糕，一定会把他杀了的。所以在那之前，他需要赶紧将大妈吸引到布林所在的巧克力岛。卡塔库里看着诱惑森林的方向，低声说了一句：“事情还没到那么严重的地步。”轰隆一声巨响，一道剑锋从诱惑森林里飞了出来。接着，大妈追着路飞等人跑出诱惑森林。佩罗斯佩罗着实一愣，这几个小子居然在诱惑森林里和大妈周旋了那么久，毛事没有，牛逼牛逼！卡塔库里转头对着士兵说道：“赶紧回到净世界，因为只要几秒钟，你们就会倒在那个草帽路飞的脚下。”士兵们一听，赶紧争先恐后的钻回镜子里。佩罗斯佩罗上前一步，用能力召唤出一道带着尖刺的糖果墙壁，但被路飞和慎平、佩德罗联手打碎。佩罗斯佩罗见状，变出一个更大的带着尖刺的墙壁，身边招呼大家赶快绕道回到船上。路飞上前一步，用力弹射起来，吼道：“就是这么向前冲，火冲拳！”路飞打出带有火焰推的拳头，拳头直接击穿了糖果墙壁，一道火焰从后面喷出。我是剑锋君，咱们下期见。